子的！这是个啥书吗？哇，银票100米悬崖，千年古寨，残破的银票，实木的床榻，天丝楠木床架子。小说里高人修仙洞府，真的被我们亲眼所见。这是坐落于陕西10万大山中的神秘小寨门。当我们放神破解机关，尽得其中，从未见过的古石器具赫然在目。那部失传已久的葵花宝典会在这里吗？到这个小寨门呢，是100多米的垂直高度，相当于33层楼。我们现在是利用的下降器在进行安全下降。这时候咱们来到了这个悬空点，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脚下是有木板的，马上就可以进洞了。这个栈道呢，就是从这里这么一直打过来的。可以看到这外面淋得到雨的地方已经完全腐朽了。这个树还挺结实的，是青冈树。然后这边呢，就是那一道木门。诶，刚刚一个什么东西飞进去了，你们看到了吗？不鸟。这个门很矮，可以看到我蹲着就基本上和我的头齐平了。它只有1.3米高左右，然后它的宽度呢是1米，然后这边还做的有门槛。很奇怪的是这个门啊，这个门它还是好的哈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门它是可以关的，看到没？就像那个羊圈门一样那种感觉。哇，这个石室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多了，上面有烟熏的痕迹，而且这个门它是这个寨子里面最薄弱的地方，这里面进来很宽，而且这边队友他们什么？好大一只草鞋，这个人就有点大的哟。哇塞，这比我的脚还要大。对啊，超过了45码。这也是一个草鞋的一部分。这好像马耳的。对对对，这是框在上面的那一层哈。但是这不是一只啊。这边就有一个灶台，双灶，这个明显看出已经好多年没有人生过火了。这么大的板砖，真的太少见了。看到没有？那个上面还有一个天窗啊，还有一个换气扇的孔。那里有蝙蝠，是啊，这是金丝楠木的吗？有可能是的哈，因为它历经1000年不腐，就这个寨子已经存在了不知道多少辈人了。然后这里面这边有一个洞道，这上面也有一个洞道，我们逐步去看一下。那个戳街圆兜啊，圆兜，他说圆兜，这是戳瓢，还有要不然这里是什么？这有青蛙。过来，什么？这里有骨头，看一下，天，哎，嘿嘿，看到没有？神奇吧？铜币，光绪铜币。然后我的个天，这不要乱动，这里有骨头，这是一个。你看这个有没有落款？这个看一下。没有，没有落款。然后这时候我们镜头就不要切断了，我们一直拍哈。你们不要说我们是寻宝了，我们就是看一下古人的遗迹。有没有看这个？什么？看到没有？这是写的什么呀？什么字？看到没有？台祥立造。台祥立造。一个碗渣子。啊，这个咋回事的？哎，我家乡话都标出来了。我的个天，这是我迄今为止发现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古寨。这还有那个以前那个火药罐，这是火药罐子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个油壶吗？哎，这个小料罐好神奇啊！换吧。啊？油壶吗？这是个火药罐，看火药桶。我的个天哪！这为什么不是个筷头子呢？也有可能吧。这边还有一个民国时期的那种铁盒，这边是马蹄扣、马鞍扣，一对马鞍扣非常的完整。然后这边筷子，看到没？还有筷子，这里筷子、马鞍扣，还有这个镇子的那个镇子折把子，对。这边还有刨子，木匠用的刨子。看这是什么？这是磨刀石哎，看这里还有磨刀石，木匠的一全套工具啊。这边又有一个罐子，看到了吗？这个罐子已经残破了，
我的个天呐，这里面太多的发现了。继续深入，我的个天，这是造纸的那个纸币，就是那个把那个纸浆放在上面造纸的那个东西，我在那个纸厂里面见过。这里还有竹篾编织的一个花篓、花篮篓。再这样过来，有一个身子啊，命里只有3升米，走遍天下不满1斗。就是说的这个身子是容器装米的，还有这个钩子后面有钩绳。这里过来看一下上面，这个洞道不知道还有多深。乱石堆这样过来，就是它的内饰，这里城墙做了一个隔断，里面还有那个玉米芯儿，包谷听听儿。这个后面不知道是封堵了什么，这里应该是这个寨子的粮仓。但是现在里面没有米了，我们要从这里翻过去看一下。这么过来，这里有封了一堵石墙，就进入了它的内饰。然后内饰我们这样下来，然后我们用第一视角观看。这是一个什么？看到没有？这个上面还有齿痕。感觉是那个能吃的那个观音土啊，看到了吗？这上面有牙齿印子，这有2坨放在这里的。这边封的还挺严实，然后再过来了，这里面是什么环境？看一下，乱石，很大个味道，很臭。氨气很重啊，这里就有缺氧的感觉了。吐啊，不是，真的要吐了。这里打火机都是点不燃的，因为这个地上有很多夜明砂。这石壁上面还有这种站纹，我们赶紧拍了出去。这里有缺氧的感觉，我感觉脑袋在痛。全部都是乱石，上面没有2层，也没有发现别的容器、生活用具。洞道还挺深的哈，这边这是一个白腹巨鼠的窝吗？对，白腹巨鼠在这里安家了。再往前走，看一下这旁边有很多石垛子，石垛子下面不知道埋的什么。走到这里就是一个暗道进去，前面就是特别多的蝙蝠，看到了吗？这全部都是中华米蠅，它是益虫哈，不要害怕，这个不像那个果蠅，它的块头并不大，对人没有危险性，咱们不要伤害它。拍一下视频就走啊！看好大的个个。这里下去有一个地道，哎呦，左边有一个石门，继续深入。这里面蝙蝠特别的多，看一下，这里便是它的最深处了，这个主洞道的最深处，看到上面，看到没有？好多蝙蝠，里面没有太多的人为遗迹，就是白腹巨鼠在这里做了一个窝，还把那个钟绳给叼过去了。然后这时候我们下地道去看一下，当地老人传说这个里面有站立的骷髅，我们目前没有发现。这时候我们下这个地道去看一下。哇塞！这地道下去还挺深的，看一下，很深。这边这洞道是这么过去的，又要开始走上坡，然后我们继续前进。哇塞！好，现在上来了。找到了，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真的有9龙
台关，九龙台关真的存在，你敢相信吗？这处神迹位于丰都鬼城的一处峡谷深渊。当我们神将100米抵达九龙时，赫然出现九龙关。这期视频我们将从九龙关洞的另一处入口极限穿越，穿行数公里后偶遇一条波涛汹涌的地下暗河，水涨船高，是否解释了九龙关未解之谜呢？很多人想看九龙台关的后续啊，那个视频呢，由于一些特殊原因，我们发不上去，所以我们从云南临沧驾车2000多公里啊，我们一行3人来到了九龙台关的这片大山之中。我们现在呢是找到了它的另外一个洞口，现在我们要从这里进行一个100米神将反穿九龙台关洞。这个洞口并不高，可能高就2米左右，宽约5米。当地的100岁老人告诉我说，这个洞呢有可能就是当年抬那些棺木进去的一个洞口。小北，这里有个小洞口，小洞口狭窄。我去，这我挤不挤得过去哦？这里明显有人为进行封堵的痕迹，有风，好大的风，有狭管效应的话，说明里面有很大动向。挑战一下，这也太难整了吧！哇，真的很大的风，一个斜着向下的洞道，里面吹着很大的风，有很强的狭管效应，感觉很阴森啊！我能闻到一股很大的味道。这个洞口上面有这样神秘的符号，不知道这是自然形成还是人工绘制的。到这里面来了之后，这个人为封堵的石墙发生了一些坍塌的痕迹。哎，这里发现了一个石墙垒的石门。来，后面走前面，从这里过去。哎，这边有很大的风。一直向着有风的地方走。你窄呀！小北，快过来！什么？这里有骨头。我去，不要碰啊，那个不要碰。前面有个竖井，有个竖井，你去看一下。我去，好深呐！好，拴绳子。从那个穹顶上面降下来，这边抵达了第一平台，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钟乳石上面有古人开凿的这种台阶。现在我们几个队友是全部汇合了，前面什么情况？下面有个人，你别吓我哟！真的。哎，小心！投石纹路，一坐。我去！再次布深，我们锁降这个100米竖井，老孟正在下降。好多骨头！我去！遍地都是骨头！现在火苗正在下降，老孟到底了之后，发现下面很多骨头。什么东西？老孟好像发现了一些东西。从咱们头顶历经70米的神将，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一平台。我去！看火苗那个面前，全都是。现在老孟去前面侦查情况了，刚刚他发出了怪叫，不知道碰到了什么东西。小心啊，小心不要踩到脚里。来看这里啊，这地上全都是，这应该是以前运送失败从这个上面跌落下来的，然后就让它永远的尘封在这里了。九龙台关的位置呢还在前面，这个下面能够看到有人工开凿的这样一些壁龛，发现了非常多的幽莲虫。这样下来能够看到地上有一些木质碎块。刚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不知道啊，所以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传说中的九龙石。这里还有龙珠，这个龙珠看起来有点奇怪啊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九龙石，可以看到
像火妹儿前面那么过去呢，一直都有这种石龙。我们上次数了一下，一共9条。哇！快看，看到了吗？那个中间，大家看，这个地上有散落的木板，这个上面已经碎掉了，包括那个上面，然后还有这边，这边是比较完整的哈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能看到吗？非常完整的一个。还有这里，看这个木盒子上面布满了白色的菌丝，长约7尺。这个上面上次我们看过，盖子没有了。从这个木料的纹路来看，应该是远古的沙木。在我正前方呢，这边有一个木盒子，这里有一个木盒子。这个后面还有哈，第3个，这里第4个，第5个，然后这些钟乳石的后面呢还有很多，包括这个地上，哇，这边还有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关钉吗？这个要一下扎到肉里面，那不得了哈，所以。大家来这种动物玩耍的话，千万不要踩这种木板，这个非常危险的。这边你看到板子还是挺长的哈。来看这些石柱后面有许许多多的木盒子。现在我们绕到了这个后方，这里有一条小道向下去的哈，还是要投石问路，感受一下它的深度。我去，这个竖井还是挺深的哈，所以咱们在这里呢，要从侧面对这个竖井进行包抄。有个洞道，从这里下。从哪里啊？从这里。这下面能听到很大的水流声，这里下去呢非常滑哈，从钟乳石岩圈里面一直向下。下脚，你小心一点。他想往回退。小心一点，往这边跳，跳大石头。这地上有很多的碎骨头。这边就像人工开凿的一个甬道一样，方方正正的一道门。我们从这里继续下去。这边咱们能听到有很大的流水声。我去，石门，宝贝儿！快过来！这里发现了石门，我们穿越了这个布满骨头的洞穴大厅，这时候迎来了一大道石门，下面有湍急的河流。我们站到这个石门之上，给大家看一下外面是怎样的风景。哇，地下暗河！看这个石门，这里面有3河土填的缝啊。应该是非常古老的建筑了。我去，下面是湍急的地下河。这个非常滑，这样下去给大家看一下，但是又怕掉到这个暗河里面。从这里能够看到那个对面是有广场。我相信这以前的这些木盒子，就是通过这条地下暗河。然后给送上来的，看到了吗？那里能看到光啊，应该是连通了外面的峡谷。当年的古人啊，应该是通过这个地下暗河涨水的时候啊，利用船把这些木盒子给运到了这里。因为我们脚下踩的这里啊，还能够看到一些龟裂的痕迹。在我面前有一堵石门，当时这些木盒子应该是通过这个石门给运到山洞里面去的。所以说这些木盒子并不是从上面的竖井呢降下来的，这个古人就利用了水涨船高这样一个自然原理，然后将这些木盒子运往了这地下宫殿里面。今天咱们走到这里，终于是揭开了这个九龙抬棺之谜，是原路返回，因为绳子还没收哈。这个地下暗河里面还是
会出现很多的骨头碴子。那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拍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小北，你快来！发现什么？地底古庙。回到家做了3天噩梦的一次探险之旅。位于丰都鬼城的阴阳洞，树井下的地下古庙存在古石人偶，身披五彩绘，光照会流汗，背后有暗格。他们究竟建于何时？受到相关部门邀请实拍人偶细节，我们决定再次进洞获取资料。这一次又会经历什么呢？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施家嵌天跟玉龙洞的洞口，这时候呢，三连跳正在开这个铁门啊。上次咱们进入那个古寨之后啊，进入了它的地道，发现地下神像、地下古庙，从里面迂回呢，我们发现它是通往了这边的月亮洞。这次呢，我们决定直接进入这个古寨啊，去查看那个神像周围是否有文献记载。先锋已经做好了下降线路，现在咱们开始安全下降。已经来到了古寨之下，寨门就在这里。先锋已经布好了线，我们马上上车，上来了。然后看到这个寨子呢，有一道木门，旁边还有精美的壁画。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下。走进来呢，有一个玄关的设计。这是我们开线先锋小蚱蜢。这里好像还有一个脱蛋天王、脱蛋象天王。报上名来！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好圆呐、你看哪里找的？啊，就在这里。玉龙洞寨呢，是当时李永焕当地的一个附身修建的哈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它的前室，这个前室呢，差不多是263个平方。可以看到这边有许许多多的瞭望口。这时候我们看一下队友都在干嘛。上一次来的时候，这个枇杷还没成熟，这一次这个枇杷又已经过季了。震撼吗？再看，咱们在这里发现了一眼不老泉。这种呢，它是吸水石，我们把这里面清理干净之后啊，把水全部舀光，它在半个小时之后，它又会把这个水恢复到之前的水位。这种山体做不老泉是最合适的了。现在我准备好了开线工具，我们准备进去进行开线。这里是一个深不见底的竖井，据说这个地下古庙就在这个下面哈。我们现在投石问路。我去，还挺深的哈！做了一个安全保护站，现在向着这个深井出发。沿路要排险呢，会有很多碎石。里面的后堂哈，它中间几乎全被这个竖井的面积给占着了。所以当年这个上面的横梁应该是非常巨大的。是建立保护站，我们继续下降。历经70米的悬空下降，已经来到了这个竖井的底部。这下面呢是一个大斜坡，在这边还发现了有以前探险的人或者是李永焕的下属啊，在这里做的有神梯，看起来年代非常久远了。在这里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铁器哈，这个大家能认得是什么吗？会不会是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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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？有这种可能性哈，但是现在看起来已经锈迹斑斑了，完全失去了它原有的光彩。可以看到，这是由铁片采用这个顺时针往上的铸造的方式做的无缝钢管。现在小蚱蜢也下来了，我们准备进入地底古庙。感觉有点刹不住了，我操！天哪！咱们在这个斜坡上面发现了一些榫卯结构件，这个应该是以前的地底古庙它的建造零件。这边也有一些，现在队友他们都在逐个向下前进。沉积的河沙做的一条小道，现在活门一马当先。我感觉这里都是去人的。
这里是一个大的，直接飞下来。可以看到这边这个洞道挺平的哈。什么东西？守门神。哇，头，它的头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守门神，他不是正好在这个洞口吗？看来这个地下岩头，你看这个服饰，真的好精美啊！这看起来像唐朝的那种服饰啊。对，据说这个地方最早就可以追溯到唐朝。这上面全是用朱砂做的彩绘。五斩头文消面，有可能。所以他才把自己的头给捧在了手里。会不会这样一种寓意呢？有可能是这种寓意。看着太奇妙了。在地下150米的地方，竟然有这种东西。这明显是放那个木偶的台子哈。但是上面放着一个木头。这种叫供案哈。有可能。哇，这个裂缝好高啊，可能有上百米高了。什么地方？里面还有吗？我去，这就比较玄幻了。你看，真的是五斩头文消面。这个会不会是刚才那个没有头的这个木偶的头？有可能哈。去，你看这个文消面，它削了一半去了。看这个精美的服饰，还有拿的这个朝牌，可以明显看出这个木偶雕塑的形象呢，应该是朝中的文士，做的栩栩如生。哇，看看这里，镶金了，鎏金了。看一下这边。刚刚小蚱蜢呢，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细节，这个木偶啊，居然会流汗，而且是金色的汗珠。那么这个我分析呢，应该是由于这个洞里面非重力水沉积到这个木偶的表面啊，然后沁出了里面彩绘的朱砂，从而形成了这种金色的汗珠。所以这并不是什么灵异事件呢，大家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。我们从他身上这个非常精美的浮雕图案来看，这符合典型的唐代木偶制造技术，有点像唐三彩很像。不过唐三彩是陶嘛，是陶瓷，这个是采用的木雕。看这个木偶的身后啊，它是做的有一个抽屉，这个是用来干嘛的呢？但是里面看起来应该是空空如也，没有东西。我们看一下那一尊木偶有没有。这边同样的是这种建造工艺，做的有这样一个壁龛。它为什么要将背后掏空呢？这个大家知道吗？这一次我们经过仔细的分析啊，终于得知了它这个木偶建造的年代。看来这个玉龙洞中的地下古庙啊，始建于唐代时期，但是由于这个洞中潮湿呢，这些木偶已经看不出来它当年精美的形象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继续向洞的深处前进，看一下这条洞究竟通向哪里。这个洞道两边做的有一些石台子，可以看到地上放着很多的小土啊。这些石台子上面曾经应该是放着许许多多的木偶，地上已经泛出了很多白色的小粉。这边出现了夯土层。这是一个独立的砌石，可以看到这上面有那个拍板啊，将这个土给拍紧的痕迹。那么这个封土下面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？这个不得而知啊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对，这果然就是一个夯土堆。可以看到在我脚下踩的这些
土质都非常的松软，因为它没有雨水的浸湿啊，所以这个夯土层并没有那么紧实。但是出于对洞穴保护，我们不去翻动它。我们现在原路返回，撤出玉龙洞，因为在下面确实是发现了这个地下古庙以及唐代人墓。这时候上升的是火门。那本期视频我们就拍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热成像照的时候有东西，我没看到有东西啊，像蛇。热成像在洞中拍到的隐形生物究竟是什么？士兵，好可怕！快跑！这是一处怪事频发的悬崖山洞，进入过此洞的人多年来噩梦不断。能不能给我们带哈儿路啊？我不去，你们要去你们自己去，我不带哦。头3次带他们去，眼睛都笑了差不多1个月。洞口的木质栈道上下悬空数百米，我们利用绳索技术进入洞口，竟发现了曾经古人生活的众多遗迹。深入山洞，果然发现了传说中的地狱玫瑰，18公分左右，就像盛开的百合花一样。开整，先锋已经开好了线，这时候我们正在逐个安全下降，小心哦。首先要经过一段凌降，再会迎来一个300米的崖降。这下面能够看到村庄里的房子，最后一个自然锚点了。这个下面呢就是花屋基。采访的那位大叔呢，他说曾经他就带了一个鹿啊，眼睛瞎了1个月。我分析他是没有进到洞中里面去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是主要进去看一下里面究竟是什么情况，到底是巧合，还是说关到洞里面真的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？待会儿进去我们会用热成像呢对这个洞进行实拍，看一下里面究竟有啥东西。我靠，咱们在这个位置发现了有桑黄的痕迹，但是这个上面已经断裂了哈。这边还有小个儿的，这里也有，还没长大。这个位置我们再进行安全下降。经过200多米的绳降，现在队友已经全部上了这个中间的悬崖栈道。看这个栈道已经腐朽殆尽了。这时候阿志正在随着这个安全绳向那边进行横切。我们的对面呢就是美丽的花屋基，非常的好看啊。这个悬崖高500米左右，现在我们在250米的绝壁半空，但是每个人都做好了安全保护的，大家不用担心，这是绝对安全的操作。兄弟们啊，不是开玩笑的，这个是真的有点害怕。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特别恐高的哈，好怕好怕。现在我们要继续向前匍匐前进，可以看到我的背上呢是做好了牛尾保护的，所以说我虽然是这样趴着过的，但是非常的安全啊。我们现在要站起来换这个牛尾绳，这个就跟大家平时玩的那个菲拉达是一样的。看一下，哇塞！我们要尽量趴低一点，但是不要从这个缝缝往下看，可能当场会尿裤子哈。到了这个位置了，就有点意思了。这个就是洞口，洞口就在阿志的前方。哇，前面还有棺材板。有棺材板？对呀。我去，可以看到这个洞口了。我们走近来看，它是一个狭缝，但是远远看过来呢，它就像一把青龙偃月刀。这个下面还挺高的，300多米。热成像拿出来，看看里面究竟有何玄机。采用的设备呢是 AGM G2 3防手机，看一下它的效果。能够看到队友现在都是发红的哈，
我们接下来呢，就通过这个在里面进行实时的录像。这边发现了有一些血迹在这个岩壁上面，这个血迹上面并没有温度，比如说很平常。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望出去，它并不像一个关刀啊，可以看到它像一张血盆大口。这里有4颗獠牙，这样看过来呢，这个岩壁上面出现了有一排血孔，这个上面也有一排，那里也有一排啊，能看到吗？那里也有一排。所以说这个里面曾经应该是有木质的阁楼，或者是放置玄关的这个官架。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些木板的痕迹啊。在这个岩壁上面还发现了有疑似血迹的痕迹啊，颜色非常深，不像是用朱砂写的。这里一路过来了，遇到了有很多的碎石坍塌，而且我们在这里发现了有这个木炭，这个木炭是钢炭哈，你看到吗？钢炭，也就是说这个木炭的质量非常好。现在呢，我们收拾装备，继续向东的深处前进。在这个前面果然是发现了人为痕迹，这里发现了在钟乳石上面一体开凿的这种台阶，一直这样上去的，包括这个上面都还有这种切孔。看这个石灰岩的洞体结构，就像是2块合在一起的这种榫卯结构啊。实际上这个就是有不同的纪元，这个岩石沉积形成的这种断裂层。这边有台阶一直向上的，哇，这个石头绿的发光啊！我们要继续上行，这个洞道宽1米左右，前面更窄了。这里出现了狭管效应，我能感觉到洞里面有风吹出来，很窄，一个裂缝进去。这种裂缝一般进去，我分析洞道不会太深。前面明显是有台阶的哈，前面空间还挺大的。看一下这前面，通天达地的钟乳石，里面有很大的味道。这是传说中的金箍棒吗？上面是一个圆形的气势，很高，很多蝙蝠在飞啊。只有一条路啊，就是这个水道，我们要从这里钻下去，像钻地道一样，就是体验满满的。现在把装备抛在外面。看，这里就更窄了，从这里趴着下来。哇塞，上头了！哦，这边变宽了。哎，这是什么牙齿？这个地上有牙齿，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。这里还有一筐麻绳，古老的麻绳。继续深入吧。这个上面有一个洞道，下面好像也出现了一个地道。我们还是继续向下走吧，这边好像有人走过的痕迹。有台阶下去，这是一个地道。哦，队友他们去哪里了？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哇塞，这里有一个地下沟渠，这边明显有人进去过的痕迹。咱们沿着这个水道继续深入。这里有个堤坝，好细啊！它不会陷进去吧？
这上面全是这样闪闪发光的石头，全是这样发光的石膏晶体。看到对的同时，我还以为我丢了。哇，这5年的都是，太遗憾了，你看，这就是地狱玫瑰啊！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出现了石膏花，一样，一点味儿都没有了，没有没长过钱，就像龙鳞一般。像冰块一样。这种啊，没事，真的。哎呀，太有味了。好漂亮啊！这个全部都是亮闪闪的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透亮的哈。我们把电筒打远一点，不要碰到它。这个太难得了，这种景象咱们还是第一次见。上面呢，就像这个盐田里面的那个沉积在盐草上面的那种景象。有点怪味了。我去，太神奇了！啊，对对对。好漂亮啊！它从这个石灰岩里面伸出来，差不多有18公分左右，看着就像盛开的白荷花一样，好漂亮。这一个动物的头，都是这样的闪闪发光。怎么了？看一下，我要给大家拍一下这个水冲石，来，过去看一下。这上面被堵了。这边有人为的封门石，这里面应该是一座大墓。这里应该是一个大墓的入口，因为可以看到很多人为的痕迹。这用的是7块巨石，应该是布的7星阵。出现了有一个热源，有东西，像蛇。看不到啊。